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出名台飞》，我係吳思怡。台灣玉茶味野烘傳統嘅產業，其實喺台灣嘅歷史上有長久嘅發展嘅。只不過呢，經過為講緊一定咁嘅時間發展到今，其實野烘產業面對嘅動態嘅轉型嘅一個機會點。野烘產業吧，現時單單都集中喺呢苗栗、公館、太湖一條素材，還有幾間業者有做玉茶味嘅野烘事業。只不過發展到今，大家對玉茶味野烘事業係有大條嘅想象。喺原產業傳統嘅產業天天下，無論係哪嚟做蠶絲嘅皮骨，也係做人哋品質嘅sản婦等等呢，其實野烘產業吧，也發展到今有涵蓋到嘅運輸利用嘅想象嘅。今日嘅出名台飛節目，為大家來認識野烘產業以外呢，沒有了解野烘產業係有哪條未來嘅發展性。馬上為大家紹介今日來參加嘅來賓，頭位我們先紹介係中華民國蠶絲協會嘅理事王勝乾理事。係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下來我們紹介係台灣蠶絲卵白科技創新發展協會嘅理事長陳孟專博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陳孟專博士 Amber。歡迎。下來我們紹介係國立大學大學文管內嘅前主任劉鳳元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教授。下來我們紹介係農業部苗栗農改場藝副研究員廖玉群，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我是農業部苗栗區農業改良場廖九勳，謝謝。歡迎研究員。其實講到野烘產業嘅發展啊，大家呢，係講就像我講到嘅對傳統嘅想象以外呢，現時野烘產業有哪條未來嘅發展性？韓國呢是有當好嘅講緊發展到今，野烘產業現時發展前景樣板，由後生人來琢磨，韓國也下睇台灣嘅產業發展性有哪條嘅可能？先嚟看樣片嘅手機。我飼就當一個親好啊，當一個就親飼啊。我一般過去來，比方2-3年係冇問題啊。一流兩個sản業，一規片嘅產業，同苗栗市談係玉茶嘅農民、土前面同土質用兩隻嘢生產基地。產業數規頭都係報研究證實，產業係簡單又好用嘅養生材料。韓國情感亦好，其中一類藥材，土質用將家鄉接定來玉茶味。對台灣產業發展還係有信心。按樣嚟講，做下去做唔下去，目前有訂單，個人品質維持等，有生產，基本上也東西冇問題。資源就銀行嘅支持嘛，當然就係下有營運責任嘛。它就吐很多絲，就變成很硬，對不對？遇到杭州台灣蠶絲，土前面去台北參加展覽，一對茶味對台灣傳統產業前後見證，同講緊前後時節，土前面一張面玉茶味，你是2萬線，蠶絲產品對手工來做，將個蠶絲皮賣來一穩定，訂單已經接到年高台嚟。60半年就開始繡，開始就60幾年開始種書誒，所以講係因為講呢個產業對呢個前途。還係講明呢，但是你就講看你那樣嘅方式去做，本人民可以用嘅人來信賴嘛。看好傳統產業發展，日本數位台灣參謀後台王國忠，托烏卡尼支持下，轉到家鄉玉茶味。其實中國家味，因為喺講算的數本地區林登中治理來好，一年做得數800，比一年一數嘅家味好行得多。也沒有外國研究出來講，蠶絲佬嘅蜘蛛絲可以做到人精的神經元。其實在未來，其實產業已經演化在世界上1000多年。其實它沒有消失，可是它一直在我們的每個人的生活裡面。台灣蠶絲產業對講緊前後天天同馬睇，還是全台灣搶存到土前面一無卡人討玉茶味。現時苗栗3-4第二代後生人討嘅玉茶味種上嘅書，希望這個同台灣蠶絲產業再個發展起來。野烘產業其實喺苗栗發展當久嘅，其實講到野烘產業喺全台灣嘅歷史上來看啊，來看。
亚航产业按照参商的发展，其实呢，畜产的韩国中酸的书。其实，亚下人的产业发展性係合強下嘅，唔過下來嘅未來想想，我想喺下睇節目當中會有韓卡度嘅精準嘅討論。就先來看到，其實呢，講到亞航產業，而係睇明朝，昌盛公司佢就傳到台灣來，一切呢經過嘅清朝、韓國到嘅日本數嘅打好基礎過後，其實喺台灣功夫過後，將開始嚟做亞航產業嘅一步一步嘅發展。嚟看到哦，都。台灣政府時期啊，亞航產業經過為4項嘅發展過程，相對佢開始復甦起來，韓國呢又經過為坎坷嘅時期，又再過為振興期，韓國一直到亞下產業開始面對轉型嘅，轉型嘅過程當中有哪條嘅機會，咩係今日我討論嘅重點。詳細嚟看到，人家講到其實明朝佢就來到台灣，傳入台灣過後，打好基礎，一直日本數嘅家下，喺台北嘅公館農業產業場地度就開始有實相關嘅有商嘅啊，做船嘅也有相關嘅事業。再過來呢，一直發展到亞航產業真正做起產業過後，其實今日裏邊苗栗農改場，佢嘅前身就同亞嘅呢畜產嘅亞航產業係有同層嘅關係。故所講呢，節目可是要先帶大家嚟了解到亞航產業吧，講鋼筋發展到當好，算嚟鋼筋有幾好。今日呢，有請到嘅來賓，講佢係參王。王太公啊，請教吼，亞航產業嘛喺台灣發展研究嘅，經過呢條好鋼筋，韓國亞航產業情形樣板，先同大家簡單嚟說明。當然家主持人有講吼，因為台灣嘅產業呢吼，引進當久嘅，但是真正到日本時代呢吼，開始對人家嘅苗栗縣，特別是講新竹族啦吼，就講苗栗地區呢。也目前呢，人家講台三線呢、沿線呢，吼，一直都打人家方面呢，就當到有畜產嘅。其實嗰樣是我卡公嘅時間呢，吼，其實我曾祖父呢，吼，就講我公嘅阿爸哦，太太啦，吼，佢開始就有畜產嘅，但是嗰樣時呢，其實冇辦法畜產咪畜成功。後尾我公呢都民國8年，差唔多佢19歲嘅時間呢。就接下畜產嘅工作，但是佢開始向呢，佢就開始做成功嘅。故所佢將也在嘅畜產嘅業務呢，吼，將到人家啊當時嘅屋卡嘅經濟嘅來脈呢，生態樹業。所以講一直以來呢，佢開始當做呢，佢就開始就將屋卡部分嘅土地呢，吼，將佢一踢種船嘅樹。故所講唔可以像以前喺畜產嘅呢，一天都3趟摘野船。故所佢會相當多嘅人力，一方面呢對畜產嘅品質沒有增加當好。所以講喺個地方上呢，因為佢也有到47年嘅時呢，有米園有做下控肉室，控肉室那個地方呢，公主附近呢吼，畜嘅生產嘅，然後都搬到附近嘅農家去畜。所以講嗰樣時呢，就有增加人哋產業嘅嘅屬實嘅成功率。有一點東奧卡呢，一直以來，幾地呢，講畜產呢應該蠻是失敗過啦。就所講地方上呢，就轉成佢嘅產網啦吼。其實佢畜產嘅中間呢，到日本時代，甚至省政府呢，就拿到當多獎倉、獎品一度。大家因為佢一等上啦，就講台灣日本人講一等上，非常做非常多嘅產業嘅問題。因為我第一時間呢，我細開始我就第屋卡就開始畜產嘅吼。嗰時候我細開始讀書嘅時間，早晨頭就4點鐘放起來。聽書。放有聽書餵產嘅度吼。嗰時候台灣人家講產業太少啦吼，就愛非常多嘅業嘅。所以聽書摘葉嘅啦，各方面餵產嘅一度，甚至走嚟揾產師一度吼。當然講看起來畜產係真無限，但是以前喺農家呢吼，生態嘅副業
嘅事业。询问王律师哦，王律师家嘅加速做得讲就系亚红产业嘅一个缩样啦，吼。唔过讲到亚红产业，其实发展到亚下有无共用嘅专业性人才，主要有没有啲能够从安尼嘅身份、安尼嘅角色人才，或者讲研究员请教一下吼，能够从嘅角色，其实喺地方方係做哪条事情对亚红产业有帮助呢？确实，蚕商产业在台湾已经立足100年了哈。那摘桑养蚕跟蚕商的文化的传承啊，一直是苗改厂的一个很核心也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诚如刚刚黄理事长也提到说，我们的吕秀英厂长他在104年也定了活化产业是我们的机关愿景之一。那我们的做法就是说，因为我们是承袭日治时代以来的这个家产跟桑树的种源的保育基地，那所以我们会持续的进行这个种源的保育，还有新品种的这个改良。好，那也要符合现代的这个育种目标，像是气候变迁，那我们是要做那个耐逆境的育种，然后让蚕更健康，来提供给蚕农来生产，作为那个蚕商产业的这个基础。那另外在文化保留跟经验传承的部分呢，我们也一直在盘点技术，让先人的这些技术知识可以传承下来。那在文化的部分呢，苗栗区农改场的厂区内有一个那个产业文化馆，那里面是陈设了台湾产业的辉煌时代的当初的一些文物都有留下来。那我们也有专人的解说，那希望说这样子的解说的动作可以让民众对于蚕商的文化能够深植在他们的人心当中。那除此之外呢，苗栗农改场也办理一些蚕商的亲子游啊，或者是蚕检的一些创意竞赛，或者是蚕商的教案的甄选，让民众呢对于蚕商的文化呢有更深的一个情感的存在。未来性的部分呢？因为刚刚听起来都是比较属于传统，譬如说辅导农民啊，然后甚至把文化传承。那在于技术开发创新，是不是也是你们目标之一？没错，就是我们有了种源，有了那个技术，有了文化之后呢，我们就是要帮农民开创另外一条路，所以我们就是积极的参与一些科技计划，然后帮蚕商做一些创新的研究跟技术的开发。佢講到其實就係除咗傳統嘅部分，種研韓國技術。中測的部分、用測的部分，會做好保存，韓國會同技術傳下去。再過來就係創新的部分，我比如一個華麗的轉身。有部分我就想講下陳博士哦。家副研究員講到嘅就係，農改從家嘅角色，其實作為同到位相關的技術的創新開發，而家片下面就升級嘅一啲技術，作為韓卡無共用嘅升級嘅發展。我们当时其实一直以来就是以技术的开发及产品的生产为主。早期的我们就想说，就是承袭着前辈们的那些经验传承，然后有在台湾可以取得到蚕丝蛋白这样子的原料，我们就专心的做下游这样子。那后来发现，其实在产品开发的过程中，其实不同的品种、不同的产检，然后配对，甚至是这样子的蚕丝蛋白的各种原料，甚至它制成上面，其实都会影响到整个产品开发的成功性，甚至它的良率的部分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往前去做追溯原料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跟苗栗农改场，然后廖研究员这边去做了相对应的种商养蚕的技术移转。那学习了之后才知道，哇，这个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一个产业这样子。但也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在吹 ESG 永续的一个议题，所以更让我们了解蚕丝蛋白它其实是一个绿色的材料，不论是在种商上面可以吸收到 CO2， 然后甚至是在整个产品开发的过程中，它其实都跟绿色、跟节能，然后甚至一些碳足迹，其实都是有相关性的。那整个创新上面呢，我们一直希望可以往更多的医疗的方向去做发展。所以像我们现在其实发展了一些像是比较偏向于医疗器材，然后甚至往人造器官、组织工程的部分去做发展。我们一直希望可以在这个产业上面尽一点点的心力，然后把它的后端的高经济价值做出来，甚至打到变成是国际市场上面，让世界可以看得到台湾有这么好的原料，这么
么好的技术，这么好的生技产品。那曾经台湾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产业，那我们希望借由前辈，然后跟我们现在的投入的一点点的心力，然后可以真正的活化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同产业有带来无共用的新机会，其实就是也係一個算係時代無共用時代嘅度對一項產業嘅看法。其實呢，較多些人都會比閒啲做一件事情嘅時間，用傳統嘅方式嚟做。唔過係講我要後生人加嘅後生人嘅想法重新落嚟過後，一項產業我要其他發展性，其實咩冇可能嘅事情啊。我所講參考下教書，一般嚟講到對一個畜產嘅，就想到可能係傳統嘅。畜產嘅過後就拿去做品質品，拿去做皮骨。加上呢，副研究員韓國陳博士都講到，其實佢也有當到生技醫療嘅運用，嘅其他文創嘅角度，佢有呢度使用嘅方式。什麼啊？我因為有3點哈，為了可以發展出生物科技啊方面哈，政府還繼續來研究啊，參種啦哈，商業嘅改良。另外，我結合文化觀光。比如講，像我一套人啊，但是有學過產嘅，但是現下後生人啊，甚至小學生啊，佢不一定了解，尤其我本身係冇啲公關人嘅，我就較了解。外地人來到公關，佢不一定可以看入嘅產業教育學館啊，甚至去比多年啊。嗰種我認為嚇，政府可以規劃入嘅觀光旅遊嘅路線啊。呢產業發展而配合入嘅觀光發展。客委會嘅台三線嘅政策當好，但是一般人想到台三線就唔係查出個圖，較少人想到講一個蠶食啊，其實福卡人日常生活都會用到蠶食嘅製品嘅，我認為講也創意嘅發展嗬，可以繼續下去。比如講傳統嘅蠶食嘅做素扒啦、麻嚟啦嗬，甚至帶啥咩啦嗬。其他人都發展較強的那個外套、醬巴，啊，像我本身就公會上個量上係買兩兩啊，佢較貴唔會差，但是當好做、當強，當受難、當好用啊，嗰種蠶食嘅嗰種創業嘅產品嗬，而繼續嚟行銷，像我是帶過日本轉來種錢，甚至以前大陸來遊覽客帶去蠶食上去賣啊。收件碼禮物真好，嚟古代，啊，又強又好用，故說按呢產品係繼續發展啦。但是結合入嘅文化觀光嘅旅遊路線，我本人哋外地人，我本全國嘅人都提講，冇啲公關，有按呢素材，唔單止教育，甚至文化認識啊，有按呢觀光落去後，就增加嘅行銷。嗰個係相對一點嗬，像也有茶博會咩，啊，客委會沒有客家博覽會啊，但是喺嗰邊有客委會就規劃一場嗬，很多蠶食嘅博覽會。專門當然我包括要商業啦，剛剛王理事長有講到咩？田產嘅幾十種嘅啊，有個博覽會結合人嘅公關嘅苗栗企業農業改良場嗬，看到哪拍來行銷台灣嘅菜地嘅傳統嘅。我用創意嘅方式，人講寓教於樂，建教建好。我先帶大家來認識一項產業，認識過後呢，我了解一項產業嘅未來嘅發展性。無論係原材傳統嘅做法，也係講按啥來做嚟用體內，由呢度無共樣運用方式，其實就係一項產業行向下一步嘅新機會。總共就係一項產業家講到。講緊當好過後，也係進來嘅沒落。唔過沒落過後，大家希望尋到其新嘅發展機會，就像副研究員講嘅，愛華麗嘅轉身，一個華麗嘅轉身，我用嚟做，也係大家都講，係咪做得用生物科技、醫療方面嚟做，有哪條應用上上，再過來看樣片。一下要起產嘅吼，學到也都5年嘅，哦，創業佢每次嚟頭拿擔起來，都係5年產，5年產看佢像都係像煮熟嘅樣鮮鮮啊，嗰種係熟產嘅。產業醫生對幼蟲發育到7米聽齡，唔是專業，稍後來做圖示同研究。李燕喺苗栗農改場資深嘅機構，肯定台灣產業對講緊清好，天天嘅沒落。
我头样改良厂作为我40年嘞吼，今年39年，都我头太湖农工参思考边呀要39年啊，边呀都多一下，从小阿姐学到呀，我退休的哦，我卡也是因为虽然因讲产宝宝学胎啊，又可以讲啊。学参的总算的书，哈哈多人工。一间对日本输的嘢蚕丝组织飞沙，转型到近的蚕丝公司，员工要进来进到事业，一则大拍讲亚太环境欠供应。佢当时我就没有建议产业改良厂，来希望农民做来同埋种本我就来收购，鼓励去种商业产业改良厂也有攀一则发通，结果呢？这点我组个田也不容易，讲我组厂房来做好，还是要一笔资金。可能还不还是冇办法推广的。台湾人是存到几间蚕丝公司听听，蚕丝原料冇办法自家学来拉自家用，单单係對中國同東南亞國家去買。一個女青苔蚕絲公司生產機體喺度泰國北部，一幾年來主要重點喺度依家空間生活。蚕絲其實它就是最好的生態循環，它從種桑養蠶開始，它可以節能減碳，然後呢在脱膠的過程當中呢，它會有產出絲膠，絲膠它回收之後呢，又可以產出很好的一個蠶絲蛋白，然後作為生計的保養品。蚕絲的自然界當中，唯一的天然重纖維，本人講係人體天一層皮膚，幾廿千年來發展證明係超好的生態循環系統其中一類。除咗傳統嘅蚕絲製品，蚕絲卵泡一道，行家係將來一定好嘅生意發展。影片都可看到有傳統嘅做法，有創新嘅做法，只不過也大家愛看到嘅係創新嘅做法，做定用嘅允許嘅發展下去，本行家當然來啲，而係安用嘅來利用。故咗講，先來看啊，做馬會講到一個蠶嘅亞紅產業吧，同呢客家總統有關係，因為一下呢，還有睇一種。所呢，韓國學蠶嘅事業，單都係喺集中體人嘅苗栗，韓國有集中體人嘅苗栗公幹市潭太湖一條素材。故所講到一項產業，其實就像家下馮律師講嘅，同呢客家種嘅經濟發展會同太有關係咯。當到人一幅態勢都係學蠶嘅，種所呢學太嘅哦。故所講一下讀到嘅產業愛轉型。你機會嘅，我樣嘅轉型其實做到本組當道理，無論係產業嘅轉型、產品嘅轉型、市場嘅轉型，韓國經營方式嘅轉型，其實一啲都有當到嘅內容，得大家好好來看呐。就是來看到，係講一個產品嘅轉型，其實係也大家我看到一項產業嘅清晰嘅一個機會。故作講呢，係講呢，一下。學蠶嘅種所呢一件事情係冇改變，繼續做過後，生產出來嘅東西有機會發展做，像他告訴講嘅文創方面、文化推廣方面，再過來係講我要成立合作，係咪就行向更加高級嘅按到成機嘅發展、醫療嘅運用，再過來就係呢，一個事業係講轉型過後，其實佢見來見康泰，見來見有專業分工過後，其實大家呢。對呀，嘅事業、嘅產業嘅想象，會行下有行下到位想象嘅機會同空間。故此講研究員，副研究員請教一下嗬。產業啊，讀到嘅傳統會行向未來一個轉型嘅空間嘅機會嘅時間。我請教一下，農改從嘅立場係希望講接下來，我為農民做到哪啲嘅部分咯？其實我們是從民國90年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有想到這樣子的問題，那我們就是跟其他的那個試驗研究單位去做合作，異業合作。那我們首先是跟中研院、中央研究院，還有那個嘉旭衛生試驗所，也就是現在的農業部的獸醫研究所去做合作，就是利用家蠶當作生物反應器，然後去生產一些高價的蛋白質，那包括豬的乳鐵蛋白，然後還有蜂王漿的一些抗菌蛋白，跟豬的次單位疫苗、跟禽流感疫苗等等。那就是我們傳統的蠶商的產業去跟生技產業去做結合，來提升它的價值。那這兩項產業也係都係向下來做，下來有機會專業分工嘛？
因为我们就除了这一个的部分，然后再加上蚕丝做在那个化妆品、保养品或者是生衣材料的这个部分之外，其实很多农民其实他并不是愿意说栽桑他就一定要养蚕，所以其实桑树它也是有它的另外一个那个应用的空间。所以我们在5年前我们就开始以桑叶为这个材料，然后去分析它的机能性的成分，然后做成嘎巴桑叶茶或者是桑香松这个产品。那因为它本身有很多的机能性的保健产品，那我们推给民众去做使用的话，在平常就可以去吸收到这些营养价值这样子。所以听起来种桑养蚕，它其实是加起来是团结的力量大，可是其实它单独分开来也有各自的功能性，而且桑叶它不仅是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喝啊保健养生，它其实也有医疗的效果存在。没错，因为它本身它就是药食同源的一个植物，所以其实像清冠1号、2号这个药材，它桑叶也是一个配方之一。所以我们除了辅导农民栽桑养蚕之外，其实可以朝向药的那一个部分。那我们就是希望可以筛选出具有高机能性成分的一些桑的种源，那未来可以应用在医药的材料，那也减少说我们的中药材受到那个国外的进口的受限这样子。风研究员讲到一个部分係醫療升級嘅專業。講到一個專業呢，我就再個同時交問陳博士。博士，我想請問一下，就是剛剛研究員講到嘅就係農改從嘅立場做嚟做，嘅人家的笨蛋就看到一項產業嘅機會嘅。你們覺得這個產業的優勢在台灣是什麼地方讓你們看見了？就是種桑養蚕這個產業，其實曾經是台灣的一個經濟產業這樣子。那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也對蠶絲蛋白並不是這麼了解，因為我本身的專業背景是做製藥這樣子。對。然後越研究，然後我們更多的細胞試驗、動物實驗，甚至進入到人體臨床，越研究就越覺得哇，這個材料真的是不得了，它可以涵蓋甚至是擴散的領域，其實是非常的廣，它的應用性非常的大。所以像剛剛各位前輩其實都有講到，它不論是從它的 biomaterial 從生物材料的方面去做着手，然後甚至到一些民生用品、美容產品、保健食品，然後到醫療器材，醫療器材再更往上包含像是疫苗的部分，然後再更往上到組織工程、人造器官，其實它可以涵蓋的領域，其實已經涵蓋在人類所解決痛點上面，在醫療上面所需要的全方面的領域，其實蠶絲蛋白都有相對應的能力，可以去把它相對應的產品，然後生產出來，然後提供給人類去做。那我覺得最棒的一件事情是，前面的影片其實也有說到，蠶絲蛋白它其實整個產業上面是一個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 的一個概念這樣子。所以老實說，我們不會因為人類的醫療痛點需要被滿足，產生出更多的產品，卻造成環境更多的污染。因為蠶絲蛋白它其實整個產品使用完畢之後，第一個，它如果植入在身體裡面，可以做到 biodegradation， 就是自然的降解。第二個，它一把火一把水，其實它就整個回到大自然 disappear 掉，所以它不會對於環境造成任何的一個危害。我覺得這是這個原料及這樣子的一個產業最棒的一個地方。這樣。那我再問一下博士，就是台灣現在養蠶的廠商就這麼少了，你們原料夠嗎？如果這個像前景這麼好的話，有這個其實也是我們一直在跟苗栗農改場這邊在討論的部分，因為我們公司其實是主要是以國外的市場為最主要的發展對象。那我們真的非常希望可以將這樣子的材料往國際的市場上面去做推廣。第一個其實在於就是這樣子的農民這麼辛苦做出來的這樣子的材料，那要怎麼樣符合國際上面的法規，讓它比較往更高附加價值的方向？舉例來說，生產履歷表、原料溯源的方式，然後走到國際市場上面的認證。那在整個產品開發上面，或者是回過前面的原料的一些製程上面，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用科學的大數據的方式來針對於每一個檢驗點，然後可以使它的整個生產的過程中，然後可以在更量產化。那我相信這個其實都是各位前輩的一個專長的一個部分。然後產業我哋發展加講到嘅原料一件事情，雖然講壓力唔太，唔過品質聽說可以當重要嘅一件事情。故就講，王理事請教一下吼，
其實養產業係有佢嘅前景順差，而咩有未來性。韓國呢，重點就係要看準，喺前端呢一個生產嘅過程，會用來把關品質。韓國要行向專業，唔入邊嘅看法係乜嘢？其實呢，嗬，加頭擺人家講嘅講在商養產，而係連做一邊向下。向下做唔係分開來。向下佢所前提呢，就講要生產產業啦，甚至也較先進嗰個平面件。其實加一種材料呢，嗬，來符合加陳博士所講嘅嗬，佢將來愛做嘅較先進嘅生意啊部分，要符合人嘅所有嘅產品。跟我嘅看法呢，嗬，其實在商呢，其實佢做得嚟分開來。因為呢，嗬，人家做講推廣入嘅在商，因為種酸類樹人未必要做得畜產嘅。其實酸類樹呢，目前都改良廠還有保存差不多78隻品種，78隻品種，而每隻品種呢，其實有佢嘅特性，所以講將來假使係也按多隻品種呢，來研究起來，一隻酸類樹呢，嗬，一部分佢係講分開嚟，哪一隻品種做嚟做茶。哪一隻品種做得來畜產嘅，有冇中央嘅產嘅？按呢時間呢，將來就對人嘅生機嘅需求呢，就非常嘅大。因為尤其呢，嗬，人家就地，也嘅高鐵啦，都用廉價一團嘅嗬，因為旁邊種禾嘅，所以講也用嘅水量動態，儲水嘅時也體下會下線咯。所以講，我嘅看法。能夠講喺講得嗰啲兩片咧，嗬，嚟種酸類樹，嘅酸類樹呢，將來其實做得專業種酸類葉，嘅酸類葉呢，其實人家就講做到無片群，就講成一部分，其實專門講樹酸類葉呢，嚟做那個無菌那個人工飼料，就講也專門做酸類葉嘅部分，蠶嘅部分咪同樣嗬。其實蠶嘅也應該改良廠咩保存136品種，每一隻品種嘅蠶嘅特性，加陳博士有講咗，每一種蠶嘅土嘅屎，佢做出嚟嘅也個呢絲膠蛋白，可能也成分因為冇同樣。假使喺有安尼產品種咧研究以後呢，嗬，將一品種要利用安尼無菌呢嘅人工飼料嚟育嘅時呢，安尼品質就有辦法符合人家度嘅。生意啊部分，其實也係將來啊，因為發展生態嘅希望啦，喺安尼時間對人台灣講產業嘅活化呢，真係一大嘅進步啦。你講美食上頭擺，畜產嘅做產業，因為做蠶絲皮其實利潤當大，因為也人工又貴嘛，人家假使喺畜頭擺產業根本冇人去畜啦，老實講，嗰個當然。加當到裏邊要談到講，一天要加強要關嘅創新嘅產品出來，唔係講維持以前嘅想法去做安尼養產嘅工作。講啱啱行講前啦，同一項技術要專業高效、專業分工、專精睇一項，安尼揸來無論去做生意，也係講安尼做科技嘅發展，一條等等咧都要合乎嘅品質高效。張總嚟講，也係台灣出來嘅原料。我所講呢，我請教下教授，聽起來係講呢，也一步一步去做，一個產業做得分工、專業高效，為一個產業嚟啲形成。今日呢建立起來高效，其實睇苗栗也就係當好嘅產業啊。係講有一個當好嘅產業，唔加要講。安尼做唔得填養體文化觀光一個部分，嘅一兩部分沙來用嚟做詳細嘅結合咯。其實聯合國有有形文化資產、無形文化資產。目前咧蠶絲嘅工藝師因為政府要想辦法來你登記保護，而保護一個老嘅蠶絲工藝師甚至係培養新嘅工藝師，而登記有案啊。傳統嘅產業除了業者7家轉型之外啊，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還要協助啦。相信目前農業改良場也好，地方政府也有協助，但是要繼續加大一個力度啊，而來發揮一個傳統嘅產業。講到一個行銷文化講行銷方面加工台產片都離不開一個土個茶嘅。實際上，農業改良場嘅隔壁只有
公馆过去的边沿嘅按照陶瓷博物馆咪係嘛？我唔知。基片佢拍到人家係咪順沙要過來，農業館上嚟參觀。嗱，因為呀，安尼一定要想好多啦。用油廠串聯起來，帶大家去。異業結盟咪嚇，觀光嘅景點要連起來啊！過去我聯合大學這行業教育部嘅計劃，我帶動到嘅高中有興趣嘅高中生嚇，去參觀一下苗栗嘅觀光路線，我做個規劃一個參試過農場。我相信，你本人台灣人認識，後生人認識傳統嘅產業，其實沒有對行業嘅傳統產業，甚至來發揮一個傳統產業，結合下生物科技啦嗬，來以更加發展是對嘅。我更加嘅發展，最好帶大家去認識一項產業，韓國市內 QA 都做唔到填標題，大家去認識頭擺嘅發展講緊。唔過呢，看向接下來嘅未來性，行起係一項產業永久嘅機會。故作講一項產業愛行向未來嘅發展，除聽加講到嘅一條觀點以外，還有哪條建議？現在過來看影片。我呢，一生人就喺高粱廠上班吼，以前也讀參師課，但是呢也參師學嘅，目前呢在學參嘅嘢也冇乜人哋嘅學存到師談嘅涂先生。我想講，遇到高粱廠，想我一生人啊，一家人吼，我想要將一個產業繼續安好嘅產業留俾俺嘅子孫。但是我科班出身呢，我也就已經全部都冇從事一個行業嘅。我想講，我希望我先生兩個共下來，將一個產業慢慢地留下這個根，一條技術留下去傳承俾我來嘅，慢慢的大家來學習學一個產業。年輕人有很多的想法，那他們也確實很務實。對呀，哈韓中東都說那樣，然後也在做一些高科技的啦，不管是商業茶啦，或是有一些膠原蛋白的產品推出，所以其實也有一部分的人是希望產業在富裕哈。那整個產業要發展，我們是覺得說後端通路就是其實這是我們現在都面臨一個缺工的問題，那這個還是會有需要到說蠶絲被在製作的過程，我們可能還是會有一些人工的問題需要克服。產檢創意比賽我們連續辦了3屆，疫情關係的確有影響哈，而且我們辦的一些東西可能會有點局限，沒關係，我們日後會去盡量找一些專家學者來改善我們整個比賽的一個條件。除此之外，我們也有一個產檢的一些教案的比賽，也蠻多教師來參與的哈。我們希望有這個教案的這部分各種教案哈，來歡迎更多人來參加這個，來了解我們一個產商文化的一個精神。我們也希望借這個產檢創意比賽哈，能邀請更多的人來我們這個產業文化館來參觀，來了解我們台灣曾經的產業歷史。談起來對菜地是投入冇做參與一項產業嘅人來講，其實對一項產業佢哋係有感情嘅。故所講傳統嘅部分，佢哋係唔想去填標題，韓國呢咩希望有人來接，只唔過一個有人來接過後，就係今日討論到嘅重點，有未來性，有前後穿，安尼爭做得想韓卡多人來接觸一項產業。故所講呢，新嘅機會有哪條可能？人家講到升級醫療嘅部分，觀光嘅部分其實人今日沒有討論到，觀光用嚟做，一開始對一級嘅中車業嘅部分，無論係畜產嘅，也係種酸嘅樹，其實呢，也係一級嘅產業過後，人即刻過來又做到加工嘅啦。無論係農產嘅加工，也係講人作為那條生物科技嘅加工，再過來就係都係3級過後，有機會結合做觀光嘅行銷，帶定大家嚟認識一項產業模。其實加起來。一項產業要行向6級嘅發展，咩冇可能啊！只唔過呢，一個未來嘅發展性，得定大家來思考，點樣嚟好好來推廣。再過來我關心到嘅就係人家講到啦，一項產業呢，年菜係行傳統嘅方式，故所講品質品大家都知，無論係做嘅衫褲用嘅面派一度等等呢，都有機會用到一個蠶絲。只唔過呢，係講要建立品牌，像嘅人呢，泰國嘅一個航空公司，佢哋呢就用一個泰絲，其實咩係蠶絲嘅一種，用睇人呢一個航空業。
加到位sản phụ方，也就是加到位形象。企业品相品牌，故作讲像安尼嘅方式，有机会用喺台湾冇，用喺人嘅产业发展冇，也部分我先請教下教授。看起來人家講到有關喺產業嘅觀光文創嘅部分，嘅建立品牌創做安尼嘅結合係有可能嘅冇？我認為有可能。過去苗栗縣政府因為提倡一種客家公務員做個產婦嘛，但是佢自注重一個產婦嘅形式。logo 冇，就安尼聽。冇 logo， 個嘅材料你可以想到啊。比如講蠶絲做嘅材料，全中華民國嘅公務人員，寒天有一身，熱天有一身，一固定那個需求量其實就帶來呀經濟效益就不得了啊。見方面，像我家講到嘅古代啦，素基嘅將來係講有辦法發明素基嘅外套甚至背包繼續創新來發展。我認為安尼產品要多年。唔係將人撈到嘅衫褲啊等等，人做創造行卡到嘅機備用品嘅。圍巾啊、帽誒，乜都做得啦。唔過也下成日嘅人才就講，人家想去保存嘅，也下保存就冇按過嘅，佢撒下來用嚟做咯。我認為也保存目前喺民間嘅一紮當上問題轉型啦。嚇加太入嘅政府嘅輔導，但係政府嘅輔導。天王政府咩資源咩動態啊？天王政府規劃入嘅產業教育嘅路線，像家王理事長有講到咩？上一年嘛假使講台三線附近呢，那笪地方，田嘅房態、山嘅房態，種入嘅檳榔收入唔高咩但是那種入嘅山呢佢節能減碳啊，甚至山林啊，也是一個當好嘅景點咩？因為有多方面，大家共同來想啦，多方面共同來想創造其新嘅機會，就像王理事長看到一條按講嘅話，其實佢就係人講嘅產業做嘅係冇。故所講其實也向產業把橋當到嘅未來嘅上將發展是抗人我用嚟做。故所王理事再過來請教就係，人家講到也向產業愛分工係未來嘅一個發展嘅可能。其實呢，種所內書啊。佢係啲生態嘅指標，一項生態嘅指標做得運用喺人生下來生態嘅發展冇，一個產業嘅發展冇。非常嘅有可能性啦因為所內書剛剛講到有70-80種，其他又係有6種嘅果樹咪人家都所講嘅，家就講所內葉也遷都發展就係茶種嘅所內茶，所內茶部分。其實所內葉咧，目前係有嘅常嚟都發展嘅咧磨茶粉磨茶粉。其實佢將來先應該會當到嘅產品出來。其實最大重點咧，其實人家講也就大家都推廣節能減碳節能減碳。所內葉咧，所內樹佢發育當家，佢會吸收咧二氧化碳其實將來人家畜產咪將來留嘅幾條留佢碳化以後，廢樹都填空氣咧，佢會固碳。固碳是講人家目前嚟講，政府咧推動嘅生態一個嘅咧人家工作因為也開始都台三線咧加人家劉市長所講嘅嚟推動嘅旅遊景點套裝旅遊。其實所內書做的地景做地景嘅方面，來揾佢成立以後做的都地位，種一啲較高態所內書，甚至果樹，本然採嗰個葉樹咧當然做其他上面畜產嘅以外啦，做當道嘅人嘅包裝嘅形成，尤其誒呢個套餐旅遊咧做旅嘅人家講，所以講冇有民宿也好，冇民宿也做人家露營嚟嘅體驗，畜產嘅各方面對啊第一部分咧，我認為對所內書嚟講嘅發展咧應該非常有前途啊！非常有前途。我想家王理事長冇講，他冇重點標題，其實種所內書啊，佢家有講到生態嘅指標，主要佢其實做唔到用當到嘅人哋也講嘅可好嘅化學嘅用藥，因為呢對佢嚟講，
酸的书种出来嘅酸的叶，就会拿本一个茶味色咧。古所讲叶当中大部都做唔得青菜，也掌握有好的品质，掌握有安尼讲嘅生态嘅指标。古所讲有好的品质，好的产业嘅发展前景过好，我想请教下博士。前面讲到也好。蚕丝乱拍球，动到未来嘅发展性，要看好为台湾嘅优势。接下来嘅下一步，也就要想要用嘅同农民合作也好，也讲下一步要想要来做乜嘅。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好。其实我们当时在选择这个材料的时候，有做过一些研究，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就是蚕宝宝在这个蚕茧里面裹起来之后，然后羽化变成是蛾，然后出来，它其实是一个不完全的变态过程，就是我们所讲的 transformation process 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中，其实涉及了非常多的细胞的新生、细胞的相对应的一些变异、排列的一些部分。所以我们当时是把这样子的材料，然后拿去做它的氨基酸，甚至它的组成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它有2个很大的一个功能，就是在于 cell renew 细胞新生跟 cell repair 细胞修复。其实人类的医疗一直以来都是跟大自然取诗。举个例来说，以前我们看到日本人很长寿，发现日本人都在吃海带，就从海带里面萃取出褐藻、糖胶，然后到现在的保健食品的发展。那看到大象不容易罹患癌症，所以在大象的基因里面找到了 P53 tumor suppressor菌，然后往制药的方向去做发展。所以人类其实一直在医疗上面都是跟大自然取诗，使用大自然的纯天然的原料去做发展。只是这样子的原料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是人类利用科学的方式，利用生技的方式，然后把它探讨出来。所以刚刚讲到，就是蚕丝蛋白它有很好的细胞新生跟细胞修复的功能，所以它其实在医疗上面本来就非常非常的适合往这个生技医疗的方向去做发展。但下一步呢，其实它还有很多的科技的上面也可以进行。举个例来说，像我们协会的在清大的教授，他把蚕丝蛋白 coating 在手机跟电脑的 CPU 上面，发现它有大幅散热的功能。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是因为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蚕宝宝裹在这样子的蚕茧里面，是一个密封的一个状态下面，它不会闷死，是因为蚕丝有很好的通透性，甚至是它有很好的一个散热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材料本身就具有这样子的能力，然后我们把它应用在人类的医疗、人类的科技上面，去解决人类在需求上面的一个痛点。所以再回到我刚刚前面所讲的，其实蚕丝蛋白的应用性真的非常的广。只是等着大家去开发跟研究而已。古所讲亚红产业要未来前景啊，重点就係標題撒下來嘅研究，韓國呢，佢還有哪度特定大家來發展嘅素材，我最想教係副研究員嘅，佢啲人呢，苗栗農業創業嘅角色就當重要嘅哦。尤其喺全台灣邊有啲做一個相關嘅研究嘅各種創業嘛。是的，我們是全國唯一的就是產跟商的公部門，所以你們肩負重任。沒錯。那所以其實我們的那個角度立上，我們就是主要的工作就是種源的保育嘛，然後農民的輔導，然後跟未來創新的這個研究。前2者是要確保我們的原料都是品質好的，可是接下來這個創新就是很重要了。對，那我也很開心，就是像黃理事跟那個 Amber 他們的，就是代表農方跟代表產業方，他們這麼熱心的，不是這麼願意的投入，也就是看到產商這有很就是前景。那我們的任務就是除了就是保種。培育出更好的種給農民去飼養，然後產生這些健康的蚕的原料之外，那我們的科技研發也希望能夠加快，然後跟上 Amber 他們公司的這個腳步。那希望他們的成果可以把我們本土台灣的這麼好的蚕商的研究可以帶到國外去。那這就是我們主要的任務。那我們希望大家一起合作。今日來賓對安尼一開始嘅傳統嘅養殖韓國種酸呢，一直到安尼成績嘅發展，韓國有公部門嘅研究，還有學者嘅圖。其實帶大家全面來了解亞紅產業喺台灣也係遇到為哪啲嘅問題，韓國人殺下來做點樣嘅突破一啲問題，行向新嘅機會。總共就係亞紅產業會行向未來嘅，無論係醫療，也係講生物科技等等嘅發展性。是唔過呢？係愛大家知道亞紅產品有幾好，知道喺台灣真正有亞紅產業發展嘅前景，安尼呢同亞紅產業發展係一個好，
再有机会来同一项产业推广到汉卡到位，国家去汉卡到位两百去。以上就係今日針對呢畜產嘅一項事業、一項產業嘅討論，每歡迎同眾朋友下禮拜我記得準時收看呢節目，安子先。